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戴森球系列，我们的保姆级入门实况，我们来继续啊。上一期我们是在2星这边完成了开发，造了一个马达以及 CPU 的产线啊。还说要在这边做这个太阳能和电池板，还没有开始做，身上没有塔了，我们先回去拿一下塔，然后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整个产线的运行啊，不要让它出什么问题，看看哪里有黄点啊，有黄点的地方呢，我们现在及时就排查啊。这里应该是堵掉了啊，这边应该是堵掉了。然后看看这边，这里有一个黄点啊，这里明显就是原材料没有输入进来啊。我们看一下这边什么问题。选一下齿轮，把齿轮输入进来，这边就可以了。好，再看一下，没有问题。好的，那在这里呢，小米先来回答一下上一期有些小伙伴提的一些问题啊。首先，这个有关于我们的这个没有可燃冰的星球啊，我们这个2星，因为我们选的是一个神种啊，所以它是有这种可开采的可燃冰的，所以我们在做无论是做石墨烯还是做碳纳米管，也就是做这个增产剂的过程中是非常的得心应手，而且做的很快的啊。但如果你的星土里没有这个的话，要怎么办啊？这个我上一期没有去展开来讲啊。那这一期上来先跟大家说一下啊，那在你的母星里呢，除了这个行星以外呢，一定还会有一颗这个巨星。这个巨星呢，要不就是气巨星，要不就是冰巨星啊。气巨星呢，它也分好几种啊，分为这个低产的和高产的，这个我们后边再说啊。那我们先说这个气巨星和冰巨星啊。气巨星呢，它就会给你产这个氢和重氢。那如果你是一个冰巨星的话，它就会给你产生氢和可燃冰啊这样的东西。那假如说你跟我的种子不一样，你没有这个可以开采的这种矿物种类的可燃冰的话，那你如果有冰巨星，你可以考虑用这个冰巨星啊。但是开采这个气态巨星或者是叫这种巨星的时候呢，成本是非常高的，它需要我们用到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轨道采集器啊。轨道采集器呢，一来它的成本非常非常的贵，它是以这个星际物流塔为前置去合成的，而且呢，它需要20个充满电的电池啊，还需要50个蓝马达之多啊，还有这些东西啊。当然，现在由于我们在养黑雾啊，所以对于我们这种被动难度养黑雾的党来说，想做这个东西其实也不难啊，也能做。所以如果你是跟着我的萌新小伙伴，你的也是被动难度啊。那你做这个气态采集器啊，就没什么问题啊，就可以用这个气态采集器。一个巨星需要40个气态这个轨道采集器啊。轨道采集器呢，你到了这个巨星上，巨星上是没有土地的啊，我们就是纯气态的一个环境，我们就在这个赤道的位置去绕着赤道飞在赤道的这种节点上呢密铺啊，每一个都这个铺上，就能摆下40个轨道采集器了。然后呢，轨道采集器放下呢，最好用你的这个手铺啊，不要用小飞机，因为你人飞过去，小飞机如果没放上，有的时候容易漏这个轨道采集器啊。你就是把这40个采集器放下。这个采集器呢是不用额外的供电的，采集器本身初始的运行，因为它里面有20个充了电的电池，所以可以用。后边呢，它会消耗你这个采集出来的，无论是氢还是可燃冰还是重氢，它们都属于能源的一种，它会通过消耗这个来给自己供电。所以算轨道采集器的产量的时候，你是要把这部分做一个减除的。当然这个是后话，等我们做到轨道采集器的时候再说啊。这是一种解决方式啊。那如果很不幸你的这个都没有啊，你就用了很普通的一个种子，又没有冰巨星，又没有这个可采集的可燃冰，那我就推荐你不要大规模的先造增产剂啊，你可以先少少的造一点点啊，就用硫酸的那条路线，先造个30-50啊，先少少的造一点，然后呢，我们尽快的呢去把科技冲到这个紫糖啊，我看一下我紫糖应该已经解锁了。在这边应该能看到，我们先把科技冲到紫糖，然后少量的产一点紫糖啊。紫糖呢，你如果养黑雾的话，这两个东西很好弄啊，就很快你就能弄到啊。就是养黑雾真的是跳科技降难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为什么推荐新人小伙伴去用这个方案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如果你有了一点点紫糖，不用有多啊，你就用黑雾掉落的那一点点，你主要跑的就2个科技，一个是这个机甲核心4啊，需要500的紫糖，一个是宇宙探索3啊，需要1000的紫糖，1500紫糖足够了。跑完机甲核心4，跑这个驱动引擎4，驱动引擎4是以机甲核心4为前置的，它只要黄糖啊。然后去跑这个宇宙探索3，它能够让你看到6光年内所有星系的这个矿物资源分布。我们现在呢是只能看到母星的啊，你把你这个星图缩到这个星系上，点这个星系的这个恒星，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恒星的下属的这个星系里所有的这个稀有资源了。
但是我们现在只能看母星了，再远一点的我们就看不到了啊。所以有了那个科技之后，你就能看到6光年，6光年已经非常的够用了啊。有了这个之后，然后呢，你再在这个科技里边再跑一个这个叫什么？叫做引力波折射，这只是要黄糖的科技，我们现在就可以跑，现在就可以把它加进去啊。然后你的这个黑雾就开始调这个翘取器，你用这个黑雾调的20-30个翘取器足够了，你就可以飞到这边的6光年以内的所有的这种有珍奇矿的星球，你就可以去开采可燃冰了。这个是我更推荐的方案，我不太推荐去开这个冰巨星啊，因为成本比较高，而且收益呢，在我们前期矿物利用的等级没有上来之前的收益并不是特别的高啊。这里我就给大家说清楚了啊。那我们先回一趟母星啊，把母星的事情处理一下，也拿一下物资，然后我们回来做一下电池和这个太阳能电池版的太阳能板的这样的一个产线啊。然后呢，关于上一期的另外一个讨论的比较多的点呢，就是关于发电啊。戴森球由于它已经不是一个新游戏了嘛，它有很多的老玩家，而且它也经过了很多的版本的更迭，不同的版本都有不同的神啊，每一个版本带一代神嘛。以前的版本曾经有过的神，比如说核电，比如说小太阳啊，不是小太阳，太阳能啊，太阳能以前有一个版本也是神一级的存在啊，但是在现在的版本呢，这些东西都变得相对来说比较平庸了啊，所以有一些老玩家可能就玩过以前的版本，有一些固有的自己的一个印象啊，或者是鄙视链在里边。我个人建议新人玩家先不用考虑这些啊，就像我上一期说的，你就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发电方式和发电途径就好了。按照我们的说法啊，如果你能用这个有潮汐锁定就用太阳能，如果没有潮汐锁定就找一个空的这个星球摆风电啊，都是可以的。有地热就用地热啊。这里推荐的这3种呢都是清洁能源，它是不消耗任何的这种燃料的啊，它们的成本只在于我们的这个发电机的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啊，是没有燃料的成本的。那如果这几种你都不喜欢，就说我就喜欢核电，我就因为我的黑雾掉落物里又有氢棒又有刀棒，我就想用核电也是可以的啊。核电用到后边做过渡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也没什么说法，也可以用啊，也可以用。但是呢，核电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它的成本还是比较贵的，虽然它的数值很好看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呢，我们如果开了黑雾的话呢，我们的黑雾的等级是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地热口啊，就是它漏出来的那个口，它的发电量的啊。像是我们之前打的这种地热，它的发电量都是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400%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地热是以400的功率在发电啊，它初始的功率就很高，高达4.8兆瓦，已经是2个火电的级别了。那加上400%，这就是多少？这是8个火电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一个核电是多少？一个核电只有15兆瓦啊。其实一个高倍率的地热发电完全能顶得上一个核电啊，但是地热发电最大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在于它吃地形啊，要不就是吃岩浆，要不就是吃你的这个黑雾等级啊。所以呢，它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很普适的一个发电方式，但是它很强啊。这就是关于发电啊。那如果你真的想用核电呢，我建议你如果要用核电，一定要记得在核电开始烧之前，因为我们这已经开始调这个刀棒了嘛，给大家看一眼啊。这边这个刀棒啊，这个刀棒的能量量有600兆焦啊，是我们氢棒的接近10倍啊，我们10倍多啊，我们这边只有54兆焦，所以刀棒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个人不是很推荐自己去生产刀棒啊。当然，你用黑雾掉落物去生产还好啊。你如果是额外的想通过转转乐啊，什么是转转乐？转转乐就是利用我们的这个分流塔，这边有一个分流塔。我们之前稍微的造了一点啊，这个东西是能把氢转化为重氢的。你如果想用这个东西去产重氢，然后再烧刀棒，再给核电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有点本末倒置了。这儿缺一个爪子。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一来是成本问题啊，你这个转转乐的维护整个的一套下来，它也需要耗电的啊，而你这个产生的刀棒的数量又跟你这个转转乐的数量密切相关啊，所以不是很推荐。而且这个转转乐吃氢的速度吃的特别的快啊，如果你不开轨道采集器，你去走这个转转乐的话，它的速度是跟不上你这个刀棒的消耗的，所以我个人不太推荐核电，我不是很推崇。你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核电的，一定要记得给它涂这个蓝色的增产剂啊。这一期一上来呢，我会先跟大家说这个蓝色增产剂的用途啊。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这个还是这个黑雾养殖的，有的小伙伴说他的黑雾打着就没电了。
我之前还不明白为啥打着打着没电了，直到我回来，我发现我这个黑雾也没电了。这个没电有2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这个核心没了，这个核心没了被打掉了之后它就会没电。但是如果这个核心没了的时候还有中继器啊，这个核心是会在不停的长出来的。我从来没有打过中继器，但我不明白我这个中继器为什么飞了。有知道的小伙伴也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那这个口就已经废了，它不会再长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给它清掉了啊。所以建议大家养殖黑雾的时候，这个距离一定要把控好啊，就是让它搭一点点的边啊，你不要把中间的核心打掉啊。哎，你这样就可以一直刷了，又刮了一点点边儿，就是又能稍微打到它这个建筑物。可以看一下黑雾的这个建筑物，它是随着这种，它会自己往外延伸这种轨道啊。你可以看它长一个轨道啊，这个轨道长出来就会被打。哎，在被打的过程中，这个黑雾的仇恨就会被吸引过来啊，然后就会过来被我们打掉啊。这就是这个刷黑雾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啊，就是你让它能打到一点点边儿，但是你又别让它打太多。那这边我们就拆掉了，也没有什么继续养殖的价值了。然后关于上一期说是黑雾打的过程中，这个人物伊卡洛斯会被打掉的问题啊，其实在被动难度下是有简单的方式的啊。我们按 Z 键进入伊卡洛斯的战斗模式啊，右下角这边是我们的激光啊，就是我们刚才打的那个激光，我们可以把这个手动和自动全关掉。然后这边是否用这个子弹或者是导弹，我们把这个自动也给它关掉。然后呢，我们右上角是我们的这些小飞机啊，现在还只有一个编队，也只有地面编队啊。这边有一个启用，我也给它关掉啊，一定要把这些全关掉。也就是说，伊卡洛斯现在是一个完全不会反击、任人宰割的状态啊，因为我们的这个黑雾是被动黑雾啊，只有我们打它的时候它才会反击，我们不打它的时候它是不打我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站到这个黑雾中心了，他们也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你想安全的在被动难度下呢去搞这个黑雾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都给关掉啊，然后你就再也不担心你自己的这个机器被打掉的这个问题了啊。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你之后要清黑雾的时候，记得自己再打开啊。这就是要说的几个事儿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关于上一期的有一点点的遗漏吧，不能叫错误，叫遗漏啊。我忘了把我生产出来的蓝剂做一个自喷图了。这一期一上来呢，我们主要的几件事啊，先说一下这一期的内容。一是我要给大家讲一下，系统的讲一下有关这个增产剂的用法。增产剂能说的东西，像我说的能说整整一期，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我要跟大家去系统的聊一聊这个增产剂的用法。那另外一件事呢，我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做一下这个120的这个紫糖的一个算是黑盒吧，一个黑盒的一个结构啊。最后一件事呢，就是大多数时间应该会是我私下去干，我会把我自己的这个电芯给它打下来啊。这个电芯上大概插了20几个吧，插了20几个黑雾的巢穴啊，再加上它是潮汐锁定的熔岩芯，它的发电量非常非常的高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把这个紫糖铺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电力啊。我们120的紫糖耗电量的工厂大概是60到70兆瓦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这个糖如果一起运行起来的话，这个电力就已经接近饱和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现在需求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去干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去把我们的电力芯给它打下来。当然这个部分呢，我应该会大多数都私下做啊，把这个内容绝大多数都会剪辑掉，因为就是打黑雾的过程啊，也没什么好说的。好，我们来这个沙盒党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有关增产剂的一些用法和一些特殊的地方啊。这个增产剂要能说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啊。我这是一个沙盒党啊，我们先来生成一点点的，我们就以蓝色的增产剂为例啊，别的增产剂咱就不提了，基本上也都是过渡啊。有的时候甚至都直接不造，直接用到蓝剂啊。当然，如果你的这个资源倍率很低的话，你可能会黄剂和这个绿剂稍微用一段时间啊，因为蓝剂造不起嘛。好，我们首先先说这个增产啊，增产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这边由于这个矿物消耗的速度太慢了，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多铺几个啊，让它的这个矿物速度消耗起来。你可以看到增产剂的首先啊，它的作用只作用在我们的这个初始的这个原料的一端啊，它是不作用在这个生产过程中里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给机器用的，它是给你的原材料来用的啊。然后呢，增产呢一共有2个模式啊，一旦被喷上增产剂呢，会根据你喷的这个增产剂的级别，如果是这个黄剂就是一个箭头啊，我们把这个黄剂和绿剂也给大家放下吧。这样方便去比较啊。刚好我这里的位置其实我是留了的啊，我把这边给它设置成这个黄剂，
这里设置成滤剂啊。然后呢，增产剂呢是要配合这个喷涂机来使用的。这个喷涂机呢，它是一个2层高的建筑啊，你可以看到啊。然后下边这层呢是走传送带，走的是你要喷的东西。上边呢这里有一个口啊，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传送带的口。我们可以呢从这边啊，如果你的增产剂来了，就拉到这个口这里啊。这个地方有点太窄了，它不好弄啊，我们稍微的拐一下啊，就拉到这个口里，它会伸到这个口里啊。你伸到这个口里之后呢，这个东西就被喷上了。然后在这里我们点这个喷涂机的这个就可以打开这个界面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增产剂拿出来啊，然后以及放进去。那我现在放不回去了啊。这就是这个喷涂机啊。喷涂机呢是一个少数的可以叠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啊，它其实是可以叠高高的啊。叠的层数呢是跟你的这个垂直高度的那个科技有关的。但是叠这个喷涂机基本上只会在一些密铺的特别需求密铺的一个档才会用到，大多数档呢是用不到这种机制的，所以我们这里就先不提了。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3种增产剂的一个对比啊，我们把这个机器给它多一点啊，让他们把这个速度拉上来啊。你可以看到这个1级的黄剂就是1个箭头啊，2级的这个绿剂就是2个箭头，把这边的电也给它供上，让它生产起来。让它把这个原料消耗出来。你可以看到啊，这边啊1级、2级，这就是3级，3种不同的增产剂啊。然后呢，它们的区别呢，只在于它们的这个属性的不同。我们刚才在这个介绍这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教学这里也给大家看了啊，在教学这里其实都有写啊，就是它们这些的不同。那它的这2种模式啊，无论你选择哪一个模式，都会带来的一个问题就在于额外的耗电啊，也就是说增产剂吃电吃的是非常的厉害的。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发电，就像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电芯的时候，不建议大家去大规模的使用增产剂，因为耗电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啊，非常非常的高，非常的不就是容易让你的电力发生崩盘啊。然后这是一个事儿啊。那另一个事儿呢，就关于增产剂的2种模式啊。增产剂的2种模式是在你的生产建筑上去选择的。我们的增产剂呢，只作用于原矿物啊，只作用于原材料啊。然后生产的过程呢，是在你的生产建筑里，无论是哪一种生产建筑里边实现的。然后在生产建筑中呢，你这里就可以再选择增产剂的这种效果啊。你可以看到，对于黄剂来说，额外产出就是产出 12.5 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12.5 呢看作一个速度的加成，你可以看到这个速度也变了。我们原来是60每分钟啊，它现在吃了这个增产剂加了 12.5%， 变成了 67.5 啊。但是它除了加速了 12.5% 以外，它还有一个什么特点？你可以看到这里边有一个这个蓝色的条在一直的转啊，就是每生产这么一圈的这个东西，它转的额外转的这个一圈，就额外了给你产了一个铁板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我们用了额外产出的这个模式，我们的物质是不守恒的。原来呢，我们是一个铁矿生产一个铁板啊，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个额外产出的这样一个能力，它物质不守恒，我们可能比如说10个铁矿能产出12个，甚至15个铁板啊，这个就是它这个增产剂额外产出的这个厉害之处啊。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我们稍后再给大家讲。我们现在看第2个模式，第2个模式就是加速生产。加速生产就很好理解啊，就是就是把这个速度直接加到了这个里边啊，原来是60，加速了25%变成75啊。这边我们再选的话，这就变成了90啊。这边再选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会直接变成120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这就是增产剂的3种模式啊。然后需要额外注意的是呢，手搓的东西，就是我们伊卡洛斯这样自己建造的东西啊，它是不吃这个增产剂的。如果比如说我们拿了这个增产过的铁矿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自己去搓铁板，我们发现它是吃不到这个增产的这样的一个加成的，这个是需要额外的多注意一下的事情啊。这个事儿也跟大家说明白了啊。然后这几个东西说明白之后呢，我们再来介绍这个增产剂啊。我们刚才说了，它只作用于它的这个基础的原材料，它是不作用于这个机器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用2种物品去合成另一种的时候，我们需要让这2种原材料都吃到增产剂才行。如果只有一种吃到了呢，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增产的效果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有点像是怎么说？类似这个经济学上的那个木桶效应吧啊，就是它是向下取整的啊。你的这个增产剂如果只给了一个人，另一个人没给啊，那这个就不作数啊，就不算啊。我们把这个给大家弄下来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铜板是吃了这个增产剂的，我们现在放到额外产出的模式，这也是增产过的铜板，你看到这边是没有效果的。那当我们把这个增产剂啊连到这个铁板上啊，然后我们把这里给它清一清啊，我们让铁板也吃到增产之后啊，
哎，这边有铁板了啊！哎，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小蓝圈就开始滚动了啊，就开始实现这个效果了。它是向下取整的。假如说我们这边是只吃了2层的，比如说只喷了个绿剂，那它就按绿剂算啊。如果这个2个都喷了蓝剂，才按蓝剂算啊。这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木桶效应或者是木桶原则啊。然后呢，基本上呢，这个增产了的只是你的这个生产过程啊，你生产出来的东西其实是没有被增产的。你可以看到，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增产点数的。你要想拿着这个东西再去合成更高一级的，比如说想去合成 CPU， 你得在它的那个产线上再重新给你的这个原料再涂这个增产剂才可以啊。这就是增产剂的这个用法啊。而且呢，增产剂呢一般来说它只用来生产这种矿物的中间的这种材料啊，比如说电路板，比如说这些东西啊，它一般来说啊，增产剂是不喷给建筑物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说啊，我们这里啊随便给大家造一个这个增产剂的这个结构啊，我们放上一台喷涂机。这个喷涂机是没有方向的啊，它无论是朝着哪边，它都能够，就只看你传送带的方向啊，它的这个头朝着哪边是无所谓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一个合适自己舒服的一个方向就可以了。哎，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传送带上，比如说我们给它输入什么，我在这边再加一个东西吧。假如说我们让它输出这个制造台啊，就让它输出这个制造台，流量也不用很快。就输出这个制造台就可以了。输出这个制造台的过程中呢，制造台喷了增产剂是不会给制造台的产能或者是速度发生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增产剂给它输入进去啊，这里应该是没连上。哎，这2个传送带没连上，好像看一下。这种时候建议把把这个喷涂机给拆了来重放会更快一点啊。哎，连上了呀。这里没连上，这边是不是反了？好，然后我们再重新喷一下这个喷涂机啊。好，我们把这个2个都拿下来啊，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如果是给这个建筑物喷了增产剂的话，它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属性上的效果。你可以看到，速度仍然是乘以 0.75， 功率270 12啊，12 k 瓦。这个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建筑物去喷这个增产剂，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啊，所以没有必要去给建筑物去喷这个增产剂啊，只有少数的情况除外。什么时候除外呢？就是像是这种多级产物的配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绿带是以黄带为基础去生成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蓝带又是以绿带为基础去生成的。那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给这里的每一级都喷上增产剂啊，然后这个增产剂的能增产模式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菜单栏里都给大家写的，你把鼠标放在这上面，它会告诉你啊，该配方为原料的，如有喷有增产剂，它可以获得额外的产出或者加速生产的效果。它这里会额外的给你写啊，绝大多数的这个配方都是2种增产剂模式都能吃的，但是像我说的这种多级配方，它不是啊，你如果放到这个高速传送带上，它会告诉你它只能加速生产，它是没有额外产出的啊。比如说这个极速传送带也是一样的，像是我们的这个无线电运输塔，它也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产物，它能合成卫星配电站嘛，所以它也是只能吃这个加速生产的。所以这个增产剂呢，喷给这些建筑物呢，得到的一个效果或者是目的，就是让这个生产的速度变快啊。生产速度变快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减少我们的使用的这个机器的数量，使用的机器的数量少了，自然我们的这个卡顿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就都会减少啊，就会让我们的电脑的这个性能会就更没有那么吃性能啊。因为戴森球运行到后边，其实是玩的就是一个如何让我们的，哎呦我的天，我这全删了，这就是这个删除这个最尴尬的一点，我全给删了。这就是这个玩这个增产剂不是玩戴森球一个最根本的，玩到后边啊，你玩的就是电脑配置啊。你要想让你的大工厂流畅运行，你想建大工厂，你需要你的这个电脑配置能够实现。那如果你配置不好的话，你怎么办呢？你就想办法减低你的这个运算量啊，减低你的这个需求量，它也可以让你造这个大工厂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大佬的工厂啊，你用它的蓝图你会发现，哎，它造很多很多的糖，它也不卡啊。但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呢，你就会发现，哎，造一点点啊，它就特别的卡啊，这就是原因所在啊。原因所在，我们把这里给它弄掉，让它开始生产起来啊。这边我不是在消耗吗？怎么没有消耗成功啊？算了，我们用一个4项分流器加一个箱子好，或者我们直接拿一个箱子。
直接拿一个箱子，然后把这些东西给它抓进去。主要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增产的效果啊，让它这边运行起来啊，把这边的这些没有被增产过的材料先都消耗一下。好，这边黄带已经都被增产过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绿带，绿带这边也被消耗过，也被增产过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速度就会受到这个增产的影响，当然它需要你的这个这边的这个石墨烯和这边的蓝马达也同样被增产才可以，否则它不生效的啊。这里我们的这两个全都被增产过，所以它是生效的啊。这就是一个增产的差别。如果想把增产剂用在建筑上，你可以用在中间的这个产物上，但是你需要额外注意的一点事儿啊，这个增产剂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一样，一旦我们把它用在这种建筑物身上啊，我们弄一下啊。我们身上如果有滤板的话，你拿了这个增产的这个滤板，它会自动的跟这个东西进行堆叠啊，堆叠是按照一个平均去整的，它就会自动的，比如说我这大多数都是没有这个增产的效果，你可以看到它就会把这个增产的点数，它就会给它平均进去啊。我们给它整理一下，你可以看到它被整理进去了啊。这个增产点数就直接被平均进去了啊，这是这个增产剂的一个另一个说法吧啊，你不能说是用法啊，所以它会被平均掉，所以你不要让你涂了增产的东西和没涂的东西混在一起啊，这样是比较好的。而且一旦呢我们把这个喷过增产剂的建筑物放到地上之后啊，我们再给它拿回来，这个增产效果就消失了。所以我们之前说为什么电池喷了增产剂之后，你千万不要给它放下来，放下来就消失了，不放下来呢它就永久在这个建筑物上啊。然后呢增产剂还要需要一说的一个事儿呢，就是增产剂是可以喷自己的啊，增产剂是可以被自喷涂的啊。哇，这怎么又消耗不掉了？这什么毛病？我们不管啊，我们往前走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增产剂是可以喷自己的。喷了增产剂的增产剂，就是有这种蓝色的这个增产剂，跟普通的有什么区别呢？它的喷涂次数啊，如果以蓝剂为例的话，它就变成了75次。我们正常的蓝剂是60次啊，所以喷了增产剂之后，增产剂可以让增产剂的使用次数、喷涂次数增加啊，这是一个增产剂的用法。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又合并了一下，它把一些3级的这个增产会跟这个原本的初始的没有增产的合在一起，它就变成了一个1级的啊，所以这就是增产剂的另外一个算是性质啊。或者是特性，所以我刚才说我那里造的不对啊，所以你的增产剂一定要自喷涂一下，这样你的这个产量就等于无形中从60提到了75啊，这个提升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这就是正常来说基本的一些增产剂的一些用法和说法啊。但是呢，还有少数的一些特例啊，或者是一些特殊性啊。我们先来一个看啊，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这个叫做电池啊，电池的喷涂增产剂呢有一定的这种特殊性啊。好，我们这里来看一下，如果是普通的这样的一个电池的话，它的实际功率只有54兆瓦，但是这里如果我们放上去的是通过蓝色增产剂增产过100%的这样的一个电池啊，它的这个实际功率能达到100兆瓦，进行了一个翻倍的这样的过程。那除了这个电池以外啊，这个电池不但是可以用在我们的这个能量枢纽里边，让它去放电，让它去增产这个电量的，它也可以放在我们伊卡洛斯的这个身上。这个伊卡洛斯身上，如果你用这个电池作为喷过蓝色增产剂的这个电池作为燃料的话呢，它的属性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你可以看到它的实际的这样的一个200%的这样的一个增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个那个啥，我们把这个放上去啊。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300%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发电效率的一个提升，并且它的能量的数值呢，远比我们一些这个普通的这种燃料要高很多啊。那说到电池作为能源物质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游戏的中后期我们用到的4种最主要的能源物质或者是叫做燃料。我们之前已经遇到过的氢棒，然后我们后边能自己也可以制作的这个刀棒，以及反物质棒。反物质棒也是在我们主线的科技上呢，也是可以制作的，只不过它要消耗反物质啊。但到最后的这个奇异物质湮灭棒也叫做黄棒啊，这个黄棒的解锁呢是需要隐藏的这个黑雾的科技啊，你要走这个黑雾的科技线才能拿到，并且呢它的生产是需要我们的黑雾的其中的一种掉落物，叫做这个核心素。后面我们的超市里都会能拿到啊，无论是这个反物质还是这个核心素，超市里都能拿到，我们可以少量的做出一点啊。这个算是我们终极的一个能源物质了。这3个能源物质的属性上差别是非常的大的，并且呢，它们有一个差别也在于这个我们的增产剂上。我
们可以先看一下液氢和这个刀棒两个，它们的描述上关于增产剂这里会有写是可以额外产出或者加速生产的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们两个是可以吃2种增产剂模式的。但是当你看到反物质棒以及我们的这个奇异物质棒，也就是黄棒和黑棒的时候，它们就只剩下一个加速生产的词条了。只要你的这个能源物质啊，只有加速生产的这个词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发电功率可以提高100%啊。包括我们的电池，我们的蓄电器也是啊，它也是只吃这个加速生产的效果，所以它可以给你的这个发电功率提高100%，刚才有54，提高到了108。那同理呢，我们的这个黑棒和黄棒也是这样的啊。但是即便是这个刀棒和这个普通的液氢燃料棒，它只能吃这个加25%，它吃不到100%。但是它们两个呢也比较啊，氢棒还无所谓啊，刀棒如果你想用核电站的话，推荐你要涂这个增产剂啊，能提高你的这样的一个减少你的能量的这个燃料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次数啊，并且能够提高你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整体的发电功率啊。那到了最后啊，这个黑棒以及黄棒，黑棒和黄棒呢都是用在我们最终的这个发电手段，也就是这个小太阳上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如果只是一个黑棒的话，基础的这个小太阳的发电功率是72兆瓦。但假如说我们用了这个黄棒啊，最普通的黄棒，它就首先它自己就可以把这个发电功率从72一直提到了144啊，这就是黄棒的发电效率。那如果呢，我们用了这个喷了增产剂的黄棒，它就可以把144直接提到288，提升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啊，就是还是这句话啊，你的这个增产剂涂燃料的话，就涂这几种，后边3种啊是比较值得一涂增产剂的。前面的我个人觉得都不推荐，因为这个增产剂消耗煤的量消耗的还是比较大的。只有后3种，一个是用核电的时候，另外是用小太阳的时候，一定要涂这个蓝色的增产剂啊。这是关于燃料啊。那增产剂还有2种比较特殊的这个用法，一个是用在我们的这个地基上，有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啊。这个地基在用增产剂的时候，它也是有说法的。我们可以稍微的涂一点地基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地基呢，如果一旦铺了增产剂呢，它可以这个增加我们的这个地基在就是填平这个山丘的时候，不是会获得沙土吗？然后以及这个填水坑的时候，不是会消耗沙土吗？它会增加我们填这个土包的时候获得的沙土量，并且减少我们的这个填海所使用的沙土量。你可以看到喷了增产剂的这个效果上，它下面是有这一行的描述的啊。如果你的沙土很缺，你可以考虑给你的地基喷增产剂啊，但一般情况下我不推荐。还是那句话，增产剂还是挺贵的啊，我这个一般的东西不建议增产，而且还会有额外的电力消耗啊，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透镜涂增产剂呢，它的这个效果也比较特别。这个特别呢，主要体现在呢用在我们最后的这个大锅上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射线接收器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哎，你们别走。你别走啊！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射线的接收的这个效率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通的锅的射线接收效率和喷了这个引力透镜的，你可以看到最后一行，若用于射线接收站，则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啊这个光子的这个接收效率啊。所以透镜啊，如果你要给你的锅放透镜的话，透镜也可以涂这个增产剂啊。这几个就是一些增产剂的一些特殊用法的举例啊。是不是有一些我还没有想到的？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区来补充啊。这部分花了非常大的篇幅和笔墨去说啊，因为增产剂真的是整个戴森球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啊。它决定了你的这个游戏的最终的这个上限在哪里啊。好的，我们来回到我们自己的游戏当中。好，引力波折射的这个科技好了之后呢，我们现在的黑雾掉落物里就会额外的多2样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空间翘取器，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引力透镜啊，并且我们现在已经升到24级黑雾以上，还会掉这个单极磁石。我们要把这3种东西呢都加入到我们的掉落物的筛选里来啊。分别就是我们的引力透镜啊、空间翘取器啊，以及我们的单极磁石啊。曾经通过一周目的小伙伴一定会明白啊，黑雾掉落开始掉这几样东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非常大范围的逃课啊。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么设置真的很爽啊？你用过之后啊，就觉得游戏难度的确下降了很多啊。主要是舒服啊，主要是它的整个流程的曲线会非常的舒服，这样我们就有了翘取器和这个引力透镜。
这个翘集器有了之后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你如果是没有这个可燃冰的话，你就可以直接飞出去了啊。我们的飞出去的准备已经全部都基本上全部都做好了，只差一件事啊，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这个紫糖还没有生产出来啊，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神种呢，你去稍微的生产一点紫糖，紫糖的产物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黑雾掉落物的范围里基本上都有，而且你就即便那个没有，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黑雾掉落物进行简单的几步合成也能做出来啊，所以真的非常的舒服啊，很舒服。好，我们这两个东西给它弄上啊，然后我们回到2星，把这个那个什么的产线给弄完，因为我需要它缓存一点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为我后边去开发电芯做准备啊。我们先把那个去给它弄了。其实很简单啊，有了一塔一物的话，后边再加什么东西，这些过程我可能都不会录到视频里来了，因为它思路很简单啊，你就根据我们之前造这些东西一塔一物的思路，去自己一点点的去做就好了，也没什么可看的啊。我就后边可能就都不放进来了。这边我们之前是量化了这个产线的，我们这里给它放进来啊。主要的一个差别在于呢，我们这边还是需求这个蓝计的啊，所以你可以给蓝计额外的留一个空位，比如说我们这边就有一些位置啊，我们可以在这边去需求一下蓝计啊，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预演一下蓝计如果来了以后会怎么样。蓝计的袋子最好用一个好一点的袋子啊，我们中间不是留了这么多空行吗？啊，这个空行就完全可以用来走这个增产剂啊，然后我们这边留的这个空间都已经给我们的这个喷涂机啊预留出来了一个位置啊。我们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喷涂的是这个运输回去的电池啊，运输回去的电池是需要喷涂的。生产的过程呢，整个的过程因为它的电力消耗还是太大了，我们暂时就先不喷涂啊。比如说以这个电池为例啊，在这个塔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电池的配方它是3个配方的，一个铁板，一个这个蓝马达，一个晶格硅啊，我们就把铁板、蓝马达和晶格硅先都选上，然后其他的就选需求。电池选供应啊，如果你想要做一些限制的话，你可以限制一下输出和产量。但我个人觉得限不限制，在这个阶段上，你可以先不限制啊。后边有特别需求做限制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再说啊。然后这边就可以了。那生产电池呢？我这边只量化了一个30每分钟的一个电池的产线，我觉得是足够了啊。因为这边慢慢生产嘛，它慢慢生产，其实能生产出来的量其实是很多的，让它慢慢先产着啊。那这边我们就可以，首先我们在这边出一个铁板啊，出一个铁板，然后在这边再出一下这个晶格硅啊。你后边想涂增产剂的话，这些位置都预留好的，是可以涂这个增产剂的。然后在这边放上蓝马达。然后在这边选上这个太阳能板啊，这个组装机，除非有一些地方的时候做这个黑盒不好量化，否则我推荐呢，在这个电力完全自由之前，就用黄色组装机是足够用的啊。只有在一些比如说不好量化的地方，想做一个黑盒的时候，用一个绿色组装机也完全能够实现了啊。这个蓝色组装机你可以完全给它跳过去都是可以的啊，完全不用都是可以的。蓝色组装机的用途，我个人觉得是不是特别大的，后边可以直接换黑雾的那个组装机来用啊。然后这边我们就把这个增产剂给它喷进去啊。然后这边出来的是我们的，我要生产的是那个电池啊，瞎选，这边要生产这个电池啊。然后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电池，电池用一个普通的黄爪就可以了。好，然后电池生产出来呢，就会被我们的这边的增产剂给喷涂到。但现在增产剂还没来，我们可以先把这里做一个截断啊。等增产剂来了之后呢，我们再弄啊。然后同理，这边太阳能电池板也是一样的啊。这里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因为太长了啊。然后呢，我个人习惯在极点的位置放这个星际塔啊，根据大家自己的习惯啊。然后我们放一个星际塔去星际需求一下我们的这个叫做蓝剂啊，蓝色的增产剂，然后喷涂过来啊，我们这边的产线就算是做完了。刚才关于增产剂的部分呢，有一点我忘了说了，这边做一下补充啊。增产剂呢还可以用来喷这个糖啊，也就是我们最终的这个矩阵啊。这个矩阵你可以把鼠标放上去，可以看到它最下面有一行字啊。如果用于研究模式的话，如果喷了增产剂的话，可以产出额外的哈希块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后边做这个白糖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科技树啊。
首先白糖是用前面5色糖去制作的啊，在最后这里宇宙矩阵这里，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把这5色糖都先喷上增产剂啊，这样在生产的白糖的时候，生产产量会更高，并且呢，让它出产的这个白糖呢，再喷上蓝色的增产剂呢，可以让我们最后做科技研究的时候，它的这个需求的糖的数量更少啊。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假如说现在是需要500糖，我们喷了这个增产剂之后，它可以产出额外的哈希块，比如说可能就是450糖，它可能就完成了。哈希块是什么？是在我们这个矩阵研究的这个模式里，这边有一个哈氏每秒，哈希块就是这个哈氏的这个单位啊。具体的这个哈希块到底跟这个糖的换算比例是怎么样的啊？其实说白了，我没去研究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必要啊。你只要知道它能加速就好了。我一般来说放这个研究的这个矩阵的数量，我都会放过量的，所以我一般不会去纠结这个哈希块的这个事儿。如果有特别多小伙伴想知道的话，我就去学习一下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糖去直接进塔了。糖进塔呢，一来是更方便我们后边进行扩容啊。二来呢是这个放这个研究矩阵的时候会更好放啊。现在这个位置的空间实在是有点小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3色糖直接就让它进塔，然后通过我们的小飞机啊去运输这个东西就好了。然后喷了这个增产剂的物品啊，在进行星际物流运输或者是各种物流运输吧的时候，它的上面的这个增产剂的效果都不受任何的影响啊，所以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这里就用这个矩阵啊，就用这个塔把这个矩阵给它放进去。然后另外呢，为了紫糖做准备，我们这边把精炼油要收起来了。这边的这个这边的火电我们就给它拆掉了，我们把它精炼油直接就进塔了。后边呢，我们的紫糖里边需要的精炼油我们也从这里出啊，这里的数量应该是够的啊，能供得上的，所以我们这边给它接上飞机和接上电啊。精炼油的这个产线呢，在我们的这个紫糖的这个黑盒里，我就不额外的造了，我们就用这边的这个精炼油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个位置去开始造这个紫糖。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做的这个紫糖的这个量化。这个紫糖呢，首先我造的是120的啊。然后其次呢，我在里边进行了一些微调和设置，比如说有一些传送带进行了升级，有一些制造台用的是绿色的制造台啊，原因就是为了让它的这个建造起来它是一个整数啊，让它的这个更好配平。黄色研究台因为是一个0.75啊，它在很多的时候它是不好配平的啊，所以我这边进行了一些更改和变换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需要在超市这边呢去增加一下这个绿色研究台的一些生产和制造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超市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我后边还要在这个超市里增加的这个建筑啊，这个超市可能后边会扩大大概到这么大吧。在我们做这个最终的这个星际超市之前，一直都会用这一个啊，不结合前面的那个总线超市啊，就用这么2个地方的超市就可以了。我这边再继续会做的3件事，这个超市里会做的东西啊，首先是3个电线杆啊，这个电线杆也是一级升一级的，但是与这个带子一级升一级中间的带子都不要啊，不同。这3级电线杆呢，前2个电线杆我也是需要的，很多场景下都会用得到啊。第1级和第2级电线杆，因为我们在那边的总线超市已经缓冲了啊，所以我们只要卫星配电站的这个电线杆在这边生产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电线杆呢，它是需要另外一个新的东西啊，叫做框架材料，这我们下期才会开始做。所以电线杆呢，我只会先搭出个架子啊，但是这个还生产不出来啊。这是3个电线杆。其次呢，就是射线接收站啊，这个东西的产物在我们的整个的黑雾掉落物里完全也都拥有啊，所以这个也可以做。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电磁轨道发射弹射器啊，这个是用来发射太阳帆的啊，这个我也会优先的现在先做起来，但是一时半会儿可能还用不上它。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用翻电的啊，翻电我觉得纯亏不赚啊，这个后续我们再说吧。然后呢，就是配送啊，物流配送器之前有小伙伴问我为什么不用啊，因为物流配送器在有科技支持之前，它能配送的范围实在是太小了，等到科技升到比较高了以后再用呢，会比较合适一下，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会做，然后与它配套的这个最小的这个配送运输机我也会做起来啊。
主要是给伊卡洛斯的这个物流的这个条来做准备的啊，这是一个也会放到这个超市里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制造台，制造台我只做这2个，后边还有2个更高级的制造台，在我们最后的这个大糖厂的时候才会用到啊，在前面我们用不到，所以就先不生产了。还有呢，就是会生产一点点抽水站啊，抽水站在我们那个总线上没有，但是这个东西用量其实很少啊。那接下来如果你再想丰富你的超市呢，可以考虑再做这个微型粒子多样机，但是这个东西很贵很贵，而且它要那个框架材料，所以这个我会放到后边啊。所以接下来我会先把这几个啊在超市里给它做完啊，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紫糖。好，这边超市我们已经增加好了，包括制造台，包括这个发射器，包括抽水泵，包括小飞机和这个配送站，包括我们的电线杆啊，以及这边还加了个战场飞行基站啊，等等啊，这些都算是做好了，这都是为后续做大工厂的扩大化在做的一些准备啊。然后万事俱备，我们现在开始做紫糖的量化啊。紫糖的量化这边我做的是一个120的紫糖啊。但是这个上限肯定不止120，因为我们有黑雾掉落物啊，这个黑雾掉落物也会给它融入到我们的这个紫糖的这个建造过程中来。然后呢，这个紫糖的里边的一些核心的东西的输入啊，包括这个钛板、硅板这些东西都是由2星来输入，精炼油也是从外部输入啊，这样的一个结构。我看一下这个位置大概在这个格吧，我怕太靠那边就不行了。我们中间先放一个这个物流塔，然后我们开始做啊。然后这里用了一些这个绿色的制造台，主要为了就是为我们后边做那个什么做准备啊，做那个叫做整数的一个量化做准备啊。如果量化不是整数的话，不好弄啊。然后这边摆上这个什么是做铁板的，然后右边是我们的科研台。这个东西呢，具体我是怎么来做量化的呢？我具体做量化的时候，其实是先优先摆这些建筑物啊。我会根据这个建筑物需求的一个数量啊，来大概的看它的占地面积，然后来这个整数倍的去凑我们的这个产线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距离啊，然后中间再进行一个微调，这就是我来一般做这个量化的一个思路。然后这边最多的就是一个16个制造台的一个结构，所以左右各8个啊。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制造台是用来生产我们新解锁的这个叫做粒子宽带啊，这个粒子宽带。然后粒子宽带呢，它这边还需要一个黄色的制造台来生产 CPU。CPU 我们虽然可以从2星直接给啊，但2星的那个 CPU 产线的产量其实也就只有90啊。所以它用来给超市那边已经算是比较那个什么的了啊，给这边是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 CPU 要额外的自己做啊，但是黄色的制造台就足够了，然后也是16个啊，主要就是为了凑这个16的整数倍啊。然后呢，再往这边我们再隔大概3行左右的距离，然后是16格，这边是用来生产我们的微晶芯片啊，就是我们的蓝板，就是这个啊。微晶元件啊，叫做微晶元件就是这个是需求大量的硅的。然后就是我们的冶炼区，冶炼区的话呢，因为格子有限的原因啊，可能会稍微的往外错一点啊。然后这边先是8个制造台，这边8个制造台是先用来生产晶格硅的，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这个先给它摆一下。然后右边再来4个制造台，这玩意儿是产高能石墨的，高能石墨你要嫌它这个空间不整的话，你可以把高能石墨移出去，用塔来供高能石墨，因为这个很少啊，只有4个，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两边的给它缩进来啊，就不用超出一块啊，这个看自己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这边再来12个啊，是做铜板的，这边12个是做铜板的，看一下啊，这里是4个，这是12吧？看一下是12个啊。左右其实还是右边还是有一点点突出，但是问题我个人觉得不大。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嫌它突出的话，你就把这个高能石墨也移出去啊，这样就可以让它稍微的整齐一点啊，稍微的整齐一点。然后下面就是冶炼区和制造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上面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化工厂。化工厂呢主要是生产这个石墨烯和这个碳纳米管这2个东西啊，然后就是塑料啊，这几个东西，我们先把格子留的大一点啊，先把格子留的大一点。这边呢，我想想啊，我先做一个，我思考一下啊，
我先做一个8个的啊，8个的就足够了，8个的。然后这边我们还要再放一个塔，在这边大概的，这个位置吧，还要再放一个塔。这个整个的蓝图里我一共是3个塔啊，一共是3个塔。这边还要再放一个塔，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个塔。看一下这里，这里应该可以再做的稍微的紧凑一点啊，让这边的塔融入到这个环境，融的更好一些。这边是8个，用来造铁板的。好，然后这边再来一个塔，稍微的空一点啊。具体的结构可能还会在铺产线的时候微调啊，反正跟这边反正也超出一块吧，这边也超出一块啊，都是在这个塔的范围里。大概其占地面积就当然还没画完啊，不止这么大啊。然后这边6个是用来造这个石墨烯的，这个地方的位置啊，中间空几行还得再进行微调啊，但是不急啊。然后呢，就是做塑料，塑料也要8个。然后这边留下来的一小块的地方呢，是用来做，是用来做我们的滤板啊，电路板的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大体的结构我就画出来了。我一般做黑盒，我是这么一个设计方法，我一般不会去。我几乎从来不去看别人的蓝图是怎么画的，我就是自己画，能画成啥样就画成啥样，画的不好呢就再改啊，反正这是我玩这个游戏的一个乐趣点所在吧。那具体的一些细节呢，我们还得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微调，但是我们先按照这样的一个结构先去看啊。首先中间这里呢是我们要铁矿的原矿需求。这个过程有必要我给大家一点点的全造出来吗？大家要不我在这儿发个投票吧。这一次的可能我就造的稍微细一点，给大家造出来了。那后边我觉得没有必要吧，我感觉可能没有必要，就是把这个所有的部分都一点点的给大家画出来啊，因为绝大多数小伙伴应该是不需要的。我们先不着急放爪子，因为我们要先量一下这个地方的空间和格子。我们先来看这里吧，这里是需要。这个叫做碳纳米管、塑料和金格硅的。金格硅我们是在上面啊，金格硅我们在上面。金格硅在上面的话呢，大概其应该是我看一下，金格硅在这个位置。那假如说金格硅从这里出啊，然后硅板呢从这里给，我们就做假设嘛，反正啥也没连啊。然后我们在这边做一下这个符号的标记，方便我们自己去。认识啊，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好，那金格硅就从这里出来了。那金格硅从这里出来呢，要供给给金格硅肯定是要一个这个绿带的，普通的带肯定是供不上的。那我们这个金格硅，假如说就是这样，直接就走进去了。那第一个原料就算弄完了，然后是碳纳米管，然后是塑料。塑料的话呢，因为化工厂离这边还是有点远的，我最上面这台是塑料。所以我打算借由这个塔，因为这个塑料这个东西，毕竟我们的黑雾也掉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塔去需求一些，然后让这个多余的塑料可以在这边去进行一个消耗。所以我这边可能会我看看啊，我这里可能可以再往上一格，然后这边可能要做一个空行啊，因为塑料它还要看一眼啊，塑料它还要精炼油和这个高能石墨啊。那精炼油我们肯定从塔里出啊。假如说这里出的就是精炼油，把这里改一下，给它改成精炼油。假如说这里出的是精炼油，然后精炼油怎么去到两边呢？可能就是，假如说是这么给的话，看一下。那这边再出一个。这边再出一个，那这边产出的塑料，那这样弄的话，这个化工厂不太好搞啊，不太好搞。那我们把这里先删一下啊。那精炼油这里，要不我们是用一个爪子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就是让它的这个结构，相对来说更紧凑一点。让我们把塑料弄进去啊。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变换啊。
了。这边我们比如说这边走塑料，让中间走塑料不就好？然后我们让这里反转，塑料出来啊，往这边跟它一起走，然后这边反转一下啊，这边也反转一下，这边出精炼油，这边也出精炼油啊，那就是塑料精炼油对于这个产塑料的化工厂来说就已经定死了位置啊。然后塑料是出的，精炼油是进的，然后对它来说呢，它还需要高能石墨。高能石墨呢，可能是从右边过来啊，所以我们就预计它的高能石墨是从这边来，所以高能石墨这边要给进来。那对于这个化工厂来说，它的需求量就基本上完了啊。看一下它的比例，每3秒一个黄爪，绝对可以搞得定的啊。好，那这里的这个什么就算好搞定了，这个地方可能得再稍微的自己调整一下，这个绿爪没有必要的伸这么远。好，这样就比较近了啊。这边塑料算是暂时搞完啊，也是先不着急去那啥，我们还得去确定接下来的。那这里的这个化工厂的位置可能就有点近了啊，因为一般的化工，产线最少都是3种原材料啊，所以得最少得留一个袋子。然后中间的这里呢，我们用这个高效配方产这个，石墨烯啊。那这边我们从这里来出这个，可燃冰啊，这边我们进行一个需求，从星际那边运过来，然后运到这边去，这边来啊，这个进行一个需求，然后没用的格子我们给它删一下，然后可燃冰就会从这个位置出来，然后供给我们的石墨烯。那下面的这个地方的格子还是不够啊，最下面的化工厂先不着急放。好，然后出来的就是一个，石墨烯，一个石墨烯和一个氢。石墨烯可以直接横拉啊，为这个8个碳纳米管的化学工厂做准备啊。这个地方可以，比如说就这样，好，这边，然后还要出氢气。氢气呢，我们就往左出，往左出，往左出，一来是可以进塔，二来是可以在这边呢做一点点的储液库的缓存。储液库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啊，它比塔能存的容量多，而且它的耗量也很小啊，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先进储液库再进塔，这样比较好一些。然后这边要这个给氢就可以了。然后可燃冰我们可能是星际上还没有拉，我们看这边还有格子吧，这边没有格子了，那我们再补一个星际塔去需求这个可燃冰就可以了，那暂时先不管。然后这两边呢一定要记得做一个筛选啊。然后这边是出这个石墨烯，这边是出氢的，做一个筛选，然后去复制就可以了。然后下面这里呢就是碳纳米管，纳米管呢需要一个钛板，钛板我们也从这个塔出啊。这边有一个钛板，这里应该是黄带足够的啊，所以我们要不就用黄带吧。就有的萌新小伙伴可能会在这个时间点做很大规模的一个扩容或者是物资的生产，比如说蓝带啊、蓝爪一生产一大车啊，对于你自己的产线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啊。能尽量用这个低等级的，一来是耗电量少啊，不容易让你这个有电力的损失的亏损的这个问题；二来是它对你的产线负荷也更小一些啊，所以还是比较推荐大家这能算一下就稍微的算一下。那化工这边的产线的带子基本上是定下来了，问题不大啊，应该这样就可以了。需稍微那个啥一点的是这里啊，是这里的这个格子可能稍微有一点小啊，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下修改啊。我们把这边的这里给它修改一下，然后让它的这个石墨烯啊就这么抓。然后我们看一下左边的爪子，一定要确保你的石墨烯出口的爪子和你的这个第一个碳纳米管进的爪子是一个先后的一个关系啊，否则你前面的工厂有可能会运行不了。然后这边的空间就已经留足了啊，这边留足了。我们这边一边进这个铜板，一边进绿板，一边进铁板，然后出这个绿板就可以了啊。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下标记，一个铁，铁要2个，铜要1个嘛，所以铁在里边。然后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绿板，电路板。
这边的这个爪子也可以给它配上。好，那这个电路板就也已经有了，那下面的这些基本上就全齐了啊。现在还差什么？还差这个高能石墨是吧？高能石墨是从这边进的，应该是啊。我看一下啊，这边对啊，是从这边进的。那这里呢，就是进高能石墨的位置，把这个地方做一下标记，省着一会儿就忘了。好，那这边就都结束了啊。然后这边是一个是铁，一个是铁板，把这里也给它弄上。不涂增产剂的话，这种炉子都是黄爪就够了。好。然后我一般会最后再考虑电线杆的事儿啊，实在不行就可以用电线杆的一些密铺技巧。这边感觉这里出这个铁更合适一点啊，所以我们把这里的这个地方给删掉，然后让铁板从这儿出来，这样这个拉线的距离要更短一点。好，然后这个铁板就从这里进去了，那铁这里就做完了。然后再往上是这边的空间我留的比较大，主要是这里可能会拉一些产线啊。首先塑料会从这里出来，用来生产我们的这个叫做粒子宽带啊，粒子宽带。那我们就左边出一条啊，感觉可能不需要这么远啊，我们先做一下试一试，感觉能紧凑一点我们就尽量紧凑一点。好，粒子宽带。这边出来，然后不是啊，这个塑料这边出来，然后是金格硅和碳纳米管。碳纳米管我们这边做出来的碳纳米管，看一下啊，这里给的是什么来？这里给的是钛板，然后这边是这个。那出来的碳纳米管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拉线啊，我们这边我觉得拉一条黄带可以的。然后碳纳米管就从这儿出来了，这条产线呢就是碳纳米管的。我们用这个碳纳米管也去给那边的粒子宽带啊去做一个准备。这里感觉可以再进一行吧。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做这种。不在用极限密铺的前提下啊，稍微紧凑一点的结构，我觉得会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啊。好，那我们这里就不需要空这么多格子啊，这里做一下修改。然后这个粒子宽带出来呢，是给我们的这个紫糖的啊，所以直接就可以拉到研究站这边给紫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出口，做一个黄爪。大多数的这个产线的速度都不可能达到60的，所以基本上都是单一的黄爪足够了。这里额外多了一个爪子，这边再重新复制一下。好，这边有了，这里也有了。那这个粒子宽带弄完了，中间是我们的 CPU 要这个和微晶元件啊，那所以我们先做微晶元件。微晶元件的话是需要硅板和我们的铜是从这边冶炼出来的。这边的冶炼模块呢，我们这样就先弄起来了。那这里走硅板进来，硅板从这里进来，从金国硅从这里出去。好，然后那煤得从这边来。但是煤呢，从这边来，我们没必要再为煤单独的拉一条线了，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垂直带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没有必要3层啊，2层足够了，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把这个给它去掉。好，然后从这里开始往下折，4行啊，就是煤的一个入口，这边就是煤。然后出去的呢，就是我们的高能石墨，从这里就出去了。好，我们把这里给它补全。高能石墨补好了之后，这边去跟这里一连，
这边已经定好的高能石墨的位置，高能石墨有必要用绿带吗？4台应该是不用绿带的，不用绿带。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整体的降级啊。这个 U 键除了可以升级以外，也可以在这边做降级，摁一下就是降1级，摁2下就是降2级啊。哎，可以分别做降1级、降2级、升1级、升2级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好，这边这样就高能石墨就也出来了。我们可以在这边再做一下标记啊，高能石墨也有了。然后这边就是铜啊，铜的话呢，这边还有一个格子，我们让铜的原矿从这边来。看中间还有吗？中间还有一个格子，这边还没放啊。很快会用得上，硅会从那边过来。那我们铜就从这边来。铜，那我们铜板，铜矿啊，铜矿。你把冶炼单独出去也可以啊，都行。这玩意儿没有一成不变的做法啊。1000个人有1000个蓝图。好，然后铜板就从这边来了。铜的话呢，12个是肯定超一个黄带的啊，所以是刚好一个绿带，我们就给它做一个绿带满带。好，铜这边出来，来供给我们这里的这个微晶元件2。这边做一个交叉，最外面那一格给它删掉。这里标记一下铜板。但是呢，铜其实不止这一个地方要啊，前面也要，所以我们这里做一下4项分流，做一个均分啊。其实不是均分哈，应该是微晶元件这边要的多啊，然后那边要的少啊，那边其实就是这里，哎，有那么一点点远啊，这里离那边有一点点远，那可能就不做4项，那可以从这边直接出去啊，那这样就优先给这个晶格硅再流到那边去啊，这个选择我觉得也不错啊，不叫晶格硅啊，微晶元件，挺好的。然后那这里呢，我们来走这个硅板需求，然后硅板呢就从这边来，然后直接从这儿进来，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里呢就可以做一下出口，微晶元件的出口。跟我们那边碳纳米管和石墨烯的地方是类似的啊，就是微晶元件从左边的地方出，然后我们的 CPU 从右边的这个地方需求啊，这样可以被它抓到啊。我们这边设计一下配方，微晶元件。好，然后这肯定都得用绿爪了，不用绿爪速度上应该是不够的。我看一下，这里出的是铜，可以。这里不好连了，那我们把这个铜先拉出来，然后再过啊，然后这边这就是铜了。铜的话呢，直接走到这个位置，把这个删掉，铜这样就进来了。我们再重新改一下标识，这边是铁板。好，那这里走的就是我们的微晶元件，然后上面呢就是 CPU。CPU 除了微晶元件以外，就是需求我们的，那这个地方的格子稍微空了一点啊，那就空一点也问题不大，可以再紧凑一行啊，整体的下面还可以再往上拉一行，但是我现在有点懒得改了，因为我这边拉的比较多了，那就有点懒得改，那就这样了啊。好，那我们这边这个过来。那或者这个微晶元件我们就做一个回环吧。那既然这里有一格空间，我们就做一个回环啊，把它用上啊。那我们就反转整条线路，好，以防这个速度上不匹配的问题啊，我们就做一个大回环好。有空咱就做了，没空可能就算了。好，然后这里看一下啊，这边这里是我们的电路板，也就是绿板。然后还需要这个已经有了，那我们就直接这样拉一下，然后出来的就是我们的CPU 是我们生产紫糖的另外第2种的原材料，所以直接拉出来就可以。那这里呢可以稍微的换一下位置，一个在外圈，一个在里圈，这样不用做交叉。哎，
这样紫糖的2个位东西就已经全都出来了。然后这边的塑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需求，是吧？这里也是需求。原矿我们得额外的再去找地方去开啊。然后紫糖这里全都用好爪子，有更好的爪子建议用更好的啊。其实我们有的，我懒得去拿了啊，先这样。然后出来的就是紫糖啊，出来紫糖黄带肯定是厚的，因为只有120嘛。然后我们就进去啊，那中间的这里最后的一个位置就是给紫糖的，这个是给固英的。然后我们再单独做一个做科研的位置啊就可以了。哎，这里就弄好了，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给它放上，就全放满啊。放满的数量肯定是超过120的这个紫糖的产量的啊。但是我们因为我说了，我这边还会补一些其他的东西进来啊，比如说，哎呦，那这里要改一下啊。那铜矿我要不要换一个位置供应呢？铜矿不从这儿走，那我们铜不从这儿走啊，我们走一个别的，比如说这个我们黑雾是掉的啊，我完全可以把黑雾掉的这些东西，从这儿给它花掉，从这儿给它做一个花掉。我看一下啊，这里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下截断，从这儿。那这边是执行啊，这边是转弯，这不好啊。我们最好让这个，优先花黑雾的啊，我们自己能不做就不做啊，让这个是执行，这个是转弯。这里我们看一下怎么来做一下这个转弯让执行的一个结构。那比如说我们从这里进，没有必要啊，我们还是从这里进。不行，看一下啊，那就从这里进吧。主要是从这里进，这边得重连，没事也不难啊，也不复杂。这样，好，然后让它这样过来啊，那这个东西就是执行，这边就是转弯啊，就是转弯让执行，它就能补进来了。那我们铜矿就从左边来啊，我们左边这里还很富裕，然后改一下这个铜的输入方向就可以了，这个很简单。好，那整体的思路就是这样了。那采集矿石啊，补充后续的这个还欠缺的爪子呀，什么配方啊，这些东西我都做一下剪辑啊。那稍后回来给大家看。好，全部的糖厂已经运行起来了，看看哪里有黄点，哪里有问题啊，找一找这个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这边是堵掉了，问题不大，一会儿这边流过去了，那边开始生产应该就好了。这边是铁板输出不了，应该问题也不大。这边是碳纳米管来了以后就应该能供应得上了。实在担心速度不够的，可以考虑升一手黄带。我们看一下一个速度是多少，一个是15啊。我们一共才8台，肯定是一个黄带满足的。这里我就不再升级带子了。然后这边是这里选错了，这里要选择做紫糖的啊。然后做科研干什么？科研我们单独换一个地方去弄啊。好，这边是做紫糖的。然后额外需要注意一点的，我做了一个改变的，就是这边的硅啊，硅的这个线因为只有一条啊，这里我做了一下修改，我把煤的这个线落地了啊，然后硅的这个线都走这一条。无论是我们的微晶元件还是我们的这个晶格硅啊，都走的是这一条线，所以这里的这一条硅呢是用的蓝带啊，这个速度才能跟得上，否则速度是跟不上的。然后这边微晶元件也都好了，这边微晶元件是输出不了，是没有爪子还是什么？这一台是没有爪子啊，这边是其他的这些是堵了，能把这个爪子给它连上。堵了是因为 CPU 的产量这边还没有提上来，这边还有几个配方没选上，这里再给它选上。这里为什么呢？这里是缺这个这个爪子不够啊，你看就得检查一下啊，否则你的产量肯定会出问题的。你这个厂子越大，你就得越细致的去检查，到底哪里没运行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里没出来，给它再弄一个爪子。好，那这边这些就都应该可以了。还有黄点吗？这边的黄点应该是晶格硅堵塞了，晶格硅的数量是足够的，可以。
好啊，那这边紫糖就开始生产了。然后我们优先跑的科技，之前也说了啊，先跑这个机甲核心4，然后去跑驱动引擎4，再跑这个宇宙探索3，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到外太空去找稀有矿石了。我们的硫酸啊，我是不打算自己生产的，我打算去直接找硫酸海啊。然后优先把这个位面过滤器解锁了，这样我们就黑雾就可以掉了啊。然后还有一个黑雾可以掉的东西是，应该是量子芯片啊，我们把量子芯片也加入队列里。有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下一个就奔这个绿糖，绿糖就第一个解锁科技，我就想要这个大矿机啊，这对我们后边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这一部分就算给大家弄完了，最后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就是我打算去，把这个电星给它打下来，然后把电力给大家弄好啊。那这部分内容我考虑了一下，可能不放在视频里了，就放在我们完整版的那个视频里。想去看的小伙伴呢，我们留到下一期啊。一上来我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那边是怎么弄的，但是整个的过程和流程我在这期视频里就不给大家剪辑了。想看的小伙伴呢，可以去看完整版的那个系列的这一期的最后啊，应该是会去打那个星球，并且把电力弄过来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电力现在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还可以，因为有很多的还没有运行起来，因为我没有把研究台放下来啊。如果我把这个研究台放下来，以及把这个研究的位置，我看研究放哪儿啊？我正在找研究的位置啊。这里可能还可以啊，放在这边吧。我们把这个4色糖啊开始往这边一运啊，这个研究一开始走，我估计这个电力就遭不住了啊，所以后边我们肯定是要做这个电星的这个扩充的。这里稍微留出来一点空间，为这个原油的可能的开采啊做一下准备啊。我们这边摆2个小塔，就分别去需求这个4色塔，后边还有第5色塔啊，所以2个塔是必定的，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下准备啊，为我们的这个科研开始走起来了。好的，那本期视频下面给大家带到这里了，如果觉得有所帮助啊，这一期主要就是跟大家说了这个紫糖方块啊，也就是我造黑盒的一个思想或者是一个流程啊，未必是最好的，大家有更好的想法呢，可以去欢迎分享啊。然后主要是给那些完全不会造黑盒的小伙伴一个思路吧，算是一个抛砖引玉啊。然后另外就是给大家系统的说了一下增产剂的很多种的用途啊，如果对你的这个游玩有所帮助的话，那就太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喽。